你記住，窮嘅時候唔好信四件事，有錢嘅時候唔好識兩種人。吓，邊四件事，邊兩種人啊？我話你知，跟住佢做就發達噶啦，你就唔好信。如果有人同你講跟住做就有錢揾噶啦，今日坐地板，聽日做老闆，你又信唔信呢？嗱，我諗當一個人喺低谷期嘅時候，真係會信嘅，因為諗住橫掂都係啦，不如搏一搏單車變摩托嘅心理。嗱，當一個人越係窮怕咗嘅時候，越係想翻身，就越容易失去理智。咁當有朋友同佢講，喂，你跟住我做就揾錢噶啦，可能佢諗都唔諗，真係會做。咁其實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得噶？如果真係有，世間上邊有窮人呢？所以要遠離嗰啲同你講跟住我做啦就揾錢嗰啲人啊。咁第二件又唔好做咩事呢？冇盲目跟風啊！一見一好生意就做。如果我問你依家有咩生意好做，你第一時間諗到咩呢？開奶茶店、開零食店、開小食店，定係直播帶貨呢？嗱，好多人揾錢犯咗個錯誤，就係盲目跟風去做啦。見到某一樣生意、某一個項目揾錢嘅，佢就跟住去做，完全冇認真考察個市場嘅，就貿貿然咁跟住做啦。結果點呢？蝕到入肉咯。咁點解唔可以跟風做生意呢？嗱，生意經外冇乜嘅，但係我留意到，但凡跟風去做生意，一係市場飽和啦，一係錯過咗頭啖湯嘅機會，一味淨係識得盲目跟風去做，邊都冇晒自己嘅特色，等風口一過咯，就變得冇優勢啦。仲有啊，你見到人哋咁搵得咁好生意，都唔係一下子就有嘅，可能喺你睇唔到嘅地方，喺你玩樂休息嘅時候，人哋有可能付出好多汗水、好多努力而得嚟嘅結果。嗱，講到跟風，又令我諗起有個成語叫做東施效顰，粵語讀東施效顰。嗱，東施係一個人名，係一個生得好岩巉女子嘅名。咁效即係仿效嘅意思，而個顰字係指皺眉頭咁解。呢個成語係用嚟比喻盲目去跟風、亂模仿，到頭來適得其反咁解。嗱，話說喺越國有一個叫做西施嘅女子，佢生得好靚嘅，舉手投足都好柔美、好溫柔，大家都叫佢做西施。咁佢嘅鄰居生得好岩巉嘅，嗱，呢個女子咁大家都叫佢做東施啦。嗱，東施係好中意模仿西施嘅，諗住學足啲，自己人都變得靚啲啊嘛。嗱，有一日西施覺得心口痛，皺晒眉頭，揞住個心口咁行喺條街上面，一副楚楚動人咁嘅樣。嗱，街上面嘅人見到佢都覺得，哇，呢個表情好靚啊！咁啊，東施見到之後又有樣學樣喎，又學人哋嘅西施揞住個心口，皺晒眉頭行喺條街上面，想人哋讚佢靚啊嘛，係咪？但係點不知街上嘅人見到東施之後，個個都避開佢，仲以為病鬼啊、妖怪啊咁。嗱，呢一個就係東施效顰嘅古仔啦。咁呢個古仔話俾我哋聽，如果要模仿人哋嘅，唔該落足心機，俾啲心機去學，學到十足。唔係嘅話，就會適得其反。咁第三件又係咩事呢？我話你知，錢生錢嘅事咧，你就冇做。你身邊有冇人同你講投資些少落去就有高嘅回報、冇風險嘅買賣或者項目呢？譬如話買啲乜金物金、乜寶物寶之類嘅買賣。嗱，有啲公司係專門針對老年人落手嘅，利用錢生錢嘅事嚟引誘老年人投資。咁有啲老年人覺得係咪錢擺喺度又係擺落，不如做下投資啦。嗱，呢個時候就要謹慎啦，因為投資有風險啊，唔好成日諗住一本萬利不勞而獲至得噶。就算係有錢生錢嘅項目都好，風險有可能都係好大嘅。咁一旦失敗咗，問下自己承唔承受得起先。咁第四件又唔好咩事啊？一夜暴富嘅你就冇信。你有冇發覺有啲人越係窮怕咗，佢越係想揾快錢嘅，可能想通過賭博翻鋪，又或者想中翻個乜獎乜獎啊咁樣，係咪？嗱，呢啲人都係急功近利，想不勞而獲嘅心理，企圖想靠運數嚟一夜暴富，咁到頭來得不償失，只會一無所有。老祖宗教落做人要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去獲得屬於自己嘅財富。所以話貧窮並唔可怕嘅，至可怕嘅係喺低谷期嘅時候唔肯接受現實，唔肯腳踏實地去努力奮鬥嘅人。謹記，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亦都冇一夜暴富嘅事。咁富不交義人又係指邊種人呢？嗰種人咧，有錢嘅就識你，冇錢嘅咧點睬你。呢人你就冇識噶啦。嫌貧愛富嘅親戚朋友，你身邊總有一兩個。
當你落魄兜踎嘅時候，佢會遠離你，怕你連累佢，怕你問佢借錢。但係當你飛黃騰達揾到錢嘅時候，佢又會主動埋你身嘅，講好多好好聽嘅說話，一副笑面虎咁嘅樣。嗱，呢一種勢利嘅小人唔值得我哋去深交，要遠離佢，因為喺佢哋眼中只有利益冇情義。我哋要結交一啲真誠嘅朋友，喺有困難嘅時候可以互相幫助嘅朋友。咁仲有一種又係邊種人呢？用遠先啦，你計今日有幾多，琴日有幾多呢啲，識住啲衰啊！性格豪爽、心胸廣闊嘅人，嗱，通常係比較豪爽啲，朋友都多啲嘅。咁相反，嗰啲斤斤計較，明明係好小氣，仲要扮到好大方，但係當遇到啲小事同利益掛鈎嘅時候，心理就會唔平衡，同你計較噶咯。嗱，呢一種人雖然唔算得上係壞人，但係如果喺生活上遇到呢啲人，就要遠離佢啦，因為佢太較真啦，太難相處啦。所以正話講嗰兩類人都唔值得深交，要交就要交啲積極向上嘅朋友。嗱，呢一個就係老祖宗俾我哋嘅忠告：窮莫信四事，富不交二人。我睇翻真係嘅，喺人嘅一生中總會經歷貧窮同埋富貴，越係喺極端嘅情況，越係要謹慎，越係要知道乜嘢朋友應該結交，乜嘢朋友唔值得深交，越係要知道乜嘢事應該信，乜嘢事唔應該信。咁你又覺得呢句說話有冇道理呢？你有冇誤信過邊啲朋友？有幾多個真心朋友呢？留言話我知，評論區見，我哋下一期再見。我問你，壽比南山係邊座山？華山、唔係，泰山、唔係，峨眉山。錯，係終南山。吓，終南山同長壽有乜關係啊？睇翻壽比南山係出自《詩經》裏面就有一句：如月之行，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遷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以或成。呢段說話係臣子對君王嘅讚頌，咁意思即係話南山嘅長壽就好似日月一樣恒久不變，唔會冧嘅，又好似松柏一樣萬年長青咁話。但係呢度講嘅南山指嘅又係邊座山呢？從古至今叫南山嘅地方都唔少嘅，咁廣東有南山，海南有南山，江蘇、江西、湖北、重慶等地都有南山。而呢度講嘅南山指嘅就係陝西省西安市嘅終南山，唔係嗰位鍾南山啊吓。咁終南山係道文化、佛文化嘅發祥地，同時亦都係孝文化嘅發祥地，有天下第一幅仙都嘅美譽。傳說中歷朝歷代都有唔少得道成仙嘅隱士喺呢度隱居嘅。咁呢座山仲喺2009年入選為世界地質公園，所以終南山就有咗長生不老呢一個吉祥美好嘅寓意啦。而詩裏面嗰句如南山之壽，咁後嚟就演變成為壽比南山祝壽嘅祝福語啦。咁亦都有人話壽比南山嘅南山指嘅係衡山。南岳衡山係五岳之一，咁呢五岳分別係東岳嘅泰山、南岳嘅衡山、西岳嘅華山、北岳嘅衡山，仲有中岳嘅崇山，咁總稱就為五岳。所以衡山即係南岳，係五岳中嘅南山。之所以叫做衡山，咁根據相關記載，係同天上嘅星宿有關嘅。喺古時候亦都吸引到唔少帝王去當地打卡祈福嘅。例如話宋代皇帝宋徽宗就經常登呢個衡山啦，仲喺石岩上面提咗壽岳呢兩個字。喂，連皇帝都登呢座衡山，都認同呢一座山同長壽有關，咁所以老百姓就將南岳稱為壽岳啦。咁自此以後，衡山就同長壽扯上咗關係。咁就連大詩人李白曾經都寫過衡山嘅：衡山蒼蒼日子明，下看南極老人聲。呢個南極老人聲其實就係傳說中嘅壽星公啊。仲有一種講法話呢個壽比南山嘅南山其實指嘅係雲門山。咁對比起正話嘅終南山同埋衡山，呢個雲門山相對嚟講就冇咁出名，亦都好少人知。雲門山係位於山東濰坊青州市城南嘅2.5公里。因為雲門山嘅山巔間有一個洞穴，南北相通，遠睇就好似明鏡高懸，所以就得名雲門。咁點解雲門山又會同長壽有關呢？話說喺明嘉靖39年，杏王朱土60歲大壽嘅時候，就刻咗個壽字喺呢個雲門山嘅岩壁上面，所以有雲門獻壽，壽比南山嘅講法。咁呢一個就可以解釋到點解雲門山會同壽比南山扯上關係啦。
但我仲聽過有人話海南三亞先至係壽比南山裏面嘅南山，因為吸引到唔少遊客去當地祈福求長壽。咁話唔知你認為壽比南山嘅南山又係邊一座山呢？又係邊個呢？留言話我知。嗱，講完壽比南山，又唔爭再講埋福如東海。個東海指嘅又係邊個海啦？吓，咁至於呢個東海嗱，講起身又有段古啦。嗱，話說古時候有一個叫做珠岩郡嘅地方，咁當地有個僆仔，有一日佢救咗個老太婆，點都估唔到呢一個老太婆竟然係東海龍王嘅女喎。咁為咗報答呢條僆仔啦，咁東海嘅水就幫珠岩郡嘅老百姓帶嚟幸福。咁故事裏面嘅珠岩郡，即係依家嘅三亞啦。嗱，當然亦都有人話東海其實就係我國東部嘅海，咁包括黃海同埋渤海。嗱，喺古代先民嘅意識裏面，大海係博大浩瀚無窮嘅，亦都有生機勃勃同埋尊貴嘅象徵。嗱，所以後嚟就有咗福如東海呢一句祝福語啦。所以同老人祝壽，見到老人嘅話，最好講福如東海，壽比南山，老如松柏。仲有咩呢？身體健康，長命百歲，子孫lau在。仲有代代平安，兒孫滿堂。如果仲有其他祝福語或者見到老人應該講嘅祝賀嘅說話，喺底下留言話我知啦。到最後阿婆有嘢想同大家講下。多謝你呢啦，尋日成為晒個個咁俾面咁上心睇我，成為晒，多謝啦！祝你個個身體健康。多謝晒大家嘅祝福語，阿婆全部照單全收，希望個個都身體健康。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你記住，古老話酒不過人，色不過身，菜不過親。即係咩意思啊？即係話酒嚟邊個飲得幾多都得個。酒不顧人嘅顧有看顧顧及嘅意思，咁酒不顧人嘅意思即係話酒係唔會顧及人嘅感受嘅，飲幾多都係自己嘅事。酒係中華文化傳統，自古以嚟一啲喜慶嘅事，招呼親朋戚友，傾生意做生意都離唔開酒，無酒不成宴，無酒不歡啊嘛。但係小酌怡情，千祈就唔好貪杯咯，因為飲酒過度會麻痹人嘅神經，控制唔到自己嘅行為，甚至做出越軌嘅事，最終釀成大錯。例如話《射雕英雄傳》裏面嘅洪七公，武功夠晒高強噶啦，但係因為佢過度貪杯，錯過咗救上官劍南嘅最好機會，咁最終因為佢太內疚啦，所以自斷食指。又例如話張飛有一次守城嘅時候，咁因為貪杯醉到不省人事，俾呂布不費一兵一卒佔領咗徐州，命係保住咗，不過徐州就冇咗咧。仲有南宋抗金名將岳飛夠晒犀利啦，但係佢因為貪杯酒後亂性，打死咗一個叫做趙秉淵嘅朝廷名官。咁當時呢件事對民族英雄岳飛影響係好大嘅，不過後嚟岳飛經過呢件事之後就決心戒酒啦。仲有三國蜀漢名臣之一嘅呢一個名，普通話讀飛衣，粵語讀費禕。費字用作姓氏嘅時候，亦都可以讀秘嘅。咁禮衣邊加個衛字，呢個字都係讀衣，粵語都係讀衣。衣字係有美好嘅意思，多數用作人名。咁呢個費禕都係衰喺貪杯。喺有一次歡慶大會嘅時候，個個文武百官走嚟敬佢，咁佢自己都幾中意飲酒嘅，所以醉到不省人事。點不知俾呢個郭修有機會趁佢病攞佢命，趁佢醉到不省人事嘅時候，就攞把匕首刺傷費禕。經過幾日之後不治身亡。咁因為費禕嘅死，當時又令到好多蜀漢大臣都唔敢飲酒，因為驚小命不保啊。仲有好多例子講明貪杯真係會累事嘅，有啲酒品差嘅更加係醜態百出，害人害己，係咪？所以話酒不顧人，但係人就要顧及下自己嘅身體健康啦，適可而止，保持頭腦嘅清醒。咁色不顧身又點解呢？色字頭上一把刀啊！正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係唔好唔記得色字頭上一把刀啊！從古至今都有唔少英雄好漢就係因為貪色，所以斷送咗自己嘅大好前途。例如話一月天子明光宗朱常洛就係因為衰鹹濕啦。鹹濕係粵語嘅詞彙，係粵語嘅講法，咁即係相當於普通話嘅好色咁解。咁話說呢個明光宗朱常洛等咗20年先至做到皇帝，但係因為佢衰鹹濕，對美色痴迷，過度縱慾，咁身體終於都頂唔順，做咗1個月皇帝就瓜咗咯。
又譬如話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成為一方霸主之後，擁有88位妻子、2300幾位女朋友，比皇帝都仲要誇張。呢一種生活可以話係奢靡無度，但係最終洪秀全50幾歲就病死咗啦。不過唔單止喺古代，現實生活中都有好多例子，因為好色搞到妻離子散，後生仔因為冇節制搞到傷害到自己身體，得不償失。所以話到咗一定嘅年紀就應該收心啦，淡化慾望，照顧好自己嘅身體先係最重要。但係講開又講啦，點解色會傷身呢？有研究表明，若然一個人長期沉浸喺邪淫之中嘅話，會消耗體內嘅精華，心火過重，消耗腎水，神氣枯燥，所以色傷腎又傷身啊。咁財不顧親又點解呢？再親嘅人之因為錢會反面㗎。有句俗語，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喺金錢面前係可以好現實嘅，無論係幾好嘅朋友、幾親嘅親戚都好，一旦涉及太多嘅金錢利益關係，就會有糾紛啦。所以老一輩經常話，親戚朋友不共財，共財不來往。咁你回顧翻，從古至今係咪好多親兄弟因為爭家產，搞到反目成仇、六親不認嘅呢？但係古人講呢句財不顧親，又唔係叫我哋要遠離財產，唔係咁嘅意思，而係話當你同親戚朋友有金錢糾紛嘅時候，就要知道啦，係你嘅始終都係你嘅，唔係你嘅嘢就唔好做啲違背良心嘅事去強求啦。畢竟親情勝過一切啊嘛，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但係我認為古人講呢一句酒不顧人，色不顧身，財不顧親，唔係話叫大家戒晒所有嘢。將呢啲慾望都戒咗嘅話，人生仲有咩意義？有咩開心？有咩追求嘅嘢呢？係咪？呢段說話係想提醒我哋要適可而止，凡事要識得節制。酒好飲，但係切勿貪杯，好色而不近身，愛財更要親情。畢竟人生仲有好多值得珍惜嘅嘢噶嘛，係咪？咁好啦，到最後想同大家討論一個話題：點解紀曉嵐食煙飲酒又好色，可以活到80歲長壽呢？評論區見，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你記住，正月初9係天公日，亦都叫做天日。老祖宗教落，如果想喺新嘅一年順順利利，就要做4件事，注意3個禁忌。咪住先，乜嘢叫做天公日呢？按照初一雞、初二狗、初三豬，咁一路數到正月初9就係天日啦。咁有冇人知道初10係咩日呢？所謂嘅天日，即係民間所講嘅天公主玉皇誕。咁再講白啲，即係民間傳說所講嘅玉皇大帝嘅生日。有睇過《西遊記》嘅朋友仔應該都知道，玉帝係主宰3界最高嘅大 boss， 係掌管世間嘅萬物，代表至高無上嘅天。所以玉帝生日又被稱為天日。咁點解會將玉帝嘅生日定喺初9而唔係初1、初2呢？事關喺傳統文化裏面，9係所有數字當中最大嘅，咁玉帝又係最大嘅大 boss，所以將佢嘅生日定喺正月初9。喺呢一日，各路神仙都會同玉帝去祝壽嘅。咁呢一日既然係好日子，所以民間有句俗語：七不出，八不歸，初9辦事一大堆。好多人以為呢句說話嘅七不出係指初7唔好出遠門，其實並唔係啊。七不出係指喺出門之前嗰位一家之主要安頓好一家大細，先至可以放心咁出遠門。呢度嘅七並非指初7，而係指生活上嘅柴米油鹽醬醋茶呢啲必需品買好晒啦，安頓好晒啦，咁就可以放心咁扯啦。而呢個八不歸亦都唔係話初8唔好返歸咁陰功喎。呢度嘅八指嘅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呢8個為人處事嘅道德標準。咁如果犯咗或者係冇做到嘅話，都冇免返歸啦。咁至於初9辦事一大堆，好容易理解啦。剛上班1、2日，咁到初9肯定好多嘢做，踢晒腳噶啦。民間老百姓仲認為喺正月初9呢一日辦事嘅話，仲會得到老天爺嘅眷顧，因為天公日啊嘛，所以會得到天公嘅庇佑。咁話辦起事上嚟都零舍得心應手，事事順利嘅。所以如果平時有咩難辦嘅事，堆埋喺年初9呢一日去辦好佢啦，話唔定真係會掂個碌蔗，事半功倍喎。咁雖然玉帝生日係民間傳說，但係呢個傳統文化亦都代表咗老一輩嘅人只係想希望嚟緊新嘅一年可以諸事順利，係一種美好嘅寄託嚟嘅。所以老祖宗教落喺正月初9呢一日天公日有4大習俗，3個禁忌，睇下關唔關你事啦。
第一個習俗就係拜太公，唔知你家鄉有冇啦吓。既然係玉帝嘅生日，玉帝牛一啊嘛，連各路神仙都要去天庭同阿玉帝祝壽嘅，咁所以老百姓都唔例外，老百姓都要拜天公，祈求嚟緊新嘅一年可以出門辦事如魚得水，諸事順利咁話。我見過有啲地方拜天公係好隆重嘅，要有5種水果，仲要有豬、牛、羊呢3種牲口，寓意係嚟緊新嘅一年可以豐衣足食、五穀豐登咁話。第二個習俗就係蔬菜嘅生日唔得咩吓？喂，你雞啊、豬啊、牛啊生日就得，咁蔬菜點解唔得啊？係咪？相傳喺神話傳說裏面，女媧喺第7日做人，咁驚人肚餓，喺第8日就做穀，第9日就做蔬菜。呢個女媧真係夠晒營養均衡吓，所以民間有7人8穀9菜嘅講法。既然係蔬菜嘅生日，咁民間老百姓係咁意都要慶祝下噶嘛，所以會準備一啲酒菜、一啲美酒啊、佳肴啊，有魚有肉，希望嚟緊新嘅一年可以豐衣足食。至於第3個習俗就係沐浴更衣啦。喂，你都咪話以前古人係冇日日沖涼噶嘛，再加上民間嘅舊俗，正月初嗰幾日係都唔會沖涼，唔會去洗頭嘅，一直宣縮到年初9先可以沖涼。咁正話都講咗啦，今日係天公日，要拜天公噶嘛，所以喺祭拜之前就會沖翻個靚涼先至去祭拜啦。呢一個係對天公嘅尊敬，咁冇理由酸酸縮縮涼都唔沖去做呢件咁莊重嘅事噶嘛，係咪？第4個習俗就係中午出嚟曬太陽。按照傳統嘅講法，呢一日中午嘅熱頭係陽氣最旺盛嘅時候，而初9又係立春之後喎，係屬於陽氣漸升嘅時節。咁喺呢個時候嘅中午11點到1點之間出門曬熱頭，行下山啊，做下運動啊，吸收下呢個陽氣，人都零舍精神氣爽啊！咁至於3大禁忌，第一個夫妻之間忌爭吵。根據民間傳說，咁喺呢一日，玉帝係會會見各路神仙，仲會去凡間巡一巡，睇下邊個乖邊個唔乖嘅。咁但係若然見到有啲人喺屋企嘈嘈閉咁，夫妻又不和，家庭又不睦，玉帝就唔會賜福俾嗰家人噶啦。所以喺呢一日又好，嚟緊新嘅一年，大家都要和和氣氣，同屋企人平心靜氣咁溝通至得。咁第二個習俗，忌隨地吐痰，隨地拋垃圾。估唔到古人都咁文明，咁愛護環境啊吓！事關老一輩嘅人認為，今日天公日係唔應該將呢啲污穢之物俾天公見到嘅，即係唔尊重佢。所以大家要注意愛護環境，人人有責啊！順便講下呢2個字，普通話讀污穢，粵語讀污穢。點解要講佢呢？因為好多人將佢普通話同粵語撈亂讀㗎吓。個穢字係指髒唔乾淨、醜惡嘅意思。記住咯喎，至於第3個禁忌就係唔好晾衫褲，尤其唔好晾嗰啲底叉、底衫褲出嚟。事關民間老百姓認為，今日正月初9係陽氣最旺盛嘅時候，咁若然將嗰啲底叉、底衫褲晾出嚟，就會沾污咗天公嘅眼。呢個好似冇乜科學根據，亦都唔係咁實際。咁依家好多後生亦都唔會跟住咁做，咁所以大家自己睇住嚟啦吓。咁大家又唔好笑以前嘅舊俗，呢一個都係因為以前生產力低，咁勞苦大眾都係要靠天食飯嘅，對大自然都有一種敬畏嘅心。好多嘢其實都係一種寄託嚟，都係為咗想自己同埋屋企人嚟緊新嘅一年都可以順順利利嘅啫。關於正月初9天公日，咁暫時分享到呢度，到最後又想考下你，正月不剃頭，下一句係乜嘢呢？留言話我知。咁到最後繼續恭祝大家嚟緊新嘅一年可以事事如意，撈乜都掂。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你記住，一個人4孔災知道孔啊孔災，好難過個。點解啊？上有高堂，下有妻房，有老有嫩。咁女人呢？女人啊仲艱難，老公又唔理自己，仔女又仔晒界啦。更年期又到咯，你話難唔難？咁真係好難喎。研究表明，人嘅一生最唔快樂嘅時間係喺45歲至55歲呢10年。咁點解呢？按道理呢10年應該好自在嘅，該有嘅都擁有啦，又就快到咗退休嘅年齡，照計應該冇乜好煩至啱噶。我哋經常聽到40不惑50知天命。咁當一個人行到人生嘅一半，邁入50歲大關嘅時候，意味住佢呢一生基本上已經定型噶啦，心境都變得冇咁浮躁，開始好平靜。
但係呢10年係最迷茫、最難過嘅原因有3個。第一個係因為45歲至到55歲嘅身體大不如從前，基本上都會遭受一啲病痛嘅折磨，每日都要食藥，例如話高血脂、三脂高等等呢啲富貴病，就算唔使食藥都好，都可能日日飲緊啲養生保健茶。嗱，正所謂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溫杯裏泡枸杞啊嘛。咁當身體開始走下坡，步入中年之後，你先會發覺，原來自己唔再係嗰個扎扎跳嘅後生仔女啦。因為喐動多啲，你都會覺得上氣不接下氣，會覺得攰，甚至落雨嘅時候都會覺得風濕痛。如果係女人嘅話，45歲至55歲仲艱難，係身體機能下降得最快嘅年齡階段。望見自己皺紋就越嚟越多，年紀又越嚟越大，月經期又唔規律，情緒都好難控制，喐啲就發火。原來係更年期到啦。眼見自己仔女都大咗啦，有自己嘅世界，另一半對自己又冷冷淡淡，冇乜耐性。一邊就要照顧老人，另一邊就仲要做嘢。生活嘅瑣碎事一大堆要處理。人到中年，家庭問題係最複雜、最麻煩嘅，尤其擔心下一代嘅問題。今日爭呢樣，聽日爭嗰樣，實在係唔容易。而第二方面就係壓力問題。雖然發覺自己身體大不如從前，但係唔可以冧嘅。事關仔女一日未結婚生仔都好，咁做父母嘅一日都係屋企嘅頂梁柱，要撐起成頭家嘅。咁45歲至55歲，好多都仲未退休，仲做緊嘢噶嘛，有可能喺出面仲係一位高管，又或者係做緊生意。咁以前20-30歲仔就話吊吊揈 hea 做按部就班啫，但係隨住年紀大啦，家庭責任、社會職責亦都會增加噶嘛，做嘢就唔可以話吊吊揈按部就班，要有條有序咁處理好噶啦。責任越嚟越大，壓力就自然越嚟越大噶啦嘛。甚至有啲人會感嘆呢10年未富先老，辛苦咗大半世，再望望自己銀行卡嗰啲數字，係咪？唔好講話富，就連小康都未有，就已經老啦。咁仲有一部分人就會喺45歲至55歲面臨一個未退休就失業嘅問題。40-50歲先嚟失業，再揾一份工，其實真係好難嘅吓。所以喺呢10年最擔憂嘅就係養老嘅問題啦。夠唔夠錢養老啊？下半世可唔可以過得安穩呢？個仔養唔養自己呢？等等一系列嘅壓力問題就會出現啦。未算啦，仲有一方面就係到咗45歲至55歲呢個年齡階段，已經冇心思同精力再去追求夢想，人到中年開始放慢腳步，有可能之前想擁有嘅嘢已經得到啦，亦都有可能40不惑。順便講下呢個惑字，普通話讀惑，粵語讀惑，其實亦都可以讀惑，譬如話或者亦都可以讀或者，迷惑亦都可以讀迷惑，疑惑亦都可以讀疑惑。其實呢個只不過係古今音嘅啫。咁40不惑都係出自《論語為政》，唔係話到咗40歲就唔再迷惑，唔係咁解吓。意思係指經歷咗好多之後，已經有自己嘅判斷力，唔再俾表象所迷惑，識得去明辨是非善惡同埋好壞。咁亦都有可能50知天命喎，對於好多人同事都已經看透，唔再係好似剛剛出嚟社會嗰個充滿活力嘅自己，開始接受自己嘅現狀，開始接受自己嘅不平凡。咁呢一個就係45歲至55歲迷惑嘅10年啦。雖然係好殘酷，但係又係每個人嘅必經之路喎。咁如果你正正經歷緊呢10年嘅話，就要記住以下呢3點啦。首先第一點就係注意身體，保重自己。事關人到中年唔同後生啊，身體好就等同於賺咗錢，幫輕咗屋企噶啦。而第二方面好現實，就係要管理好自己嘅錢，親生仔不如近身錢啊嘛。而第3方面就係要對你自己嘅老伴好，同老伴搞好關係。仔大仔世界，咁仔大個咗就會有自己嘅小家庭，有自己嘅事，有自己嘅後代要照顧噶啦嘛。咁人到中年咯，有咩頭暈身慶，最可以依靠嘅就係你嘅另一半老伴啦。咁最後一點就係要調整好自己嘅心態。人到咗45歲就要學識放下同埋接納，要接納唔完美嘅自己，接納唔溫暖嘅枕邊人，接納平淡而又真實嘅日子，先至係餘生最珍貴嘅智慧。所以話人生不易，喺呢最難捱嘅10年，就要做一個自立堅強嘅女人，做一個有度量嘅男人，珍惜身邊嘅人，為晚年打好基礎。
嗱，你又點睇45歲至55歲係最難捱嘅10年呢？第一下留言話我知。咁今期嘅問題係嗱，你又知唔知道金婚同銀婚係指幾多年呢？留言話我知，評論區見，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你記住，三生萬物，逢七必變個。即係點啊？即係話好多嘢都有隻七字個，七七49，豬籠翁72變，做七透七，仲有三運七拍，人有7個好。係喎，一個星期有7日，結婚嘅7年之癢，七情六欲，個個都咁中意呢個七，咁究竟呢個七有咩奧秘呢？三生萬物，逢七必變係咩意思呢？先講下三生萬物呢4個字係出自《道德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啊嘛。嗱，呢個二指嘅就係陰陽，咁三指嘅就係陰陽合和嘅產生。言下之意，即係話所有事情嘅發生，唔係單單只有正反兩面，仲有正反邪第三個方面。而三生萬物正正係陰陽嘅變化，所以有咗萬物嘅生長。咁平時好多事情都同個三有關嘅，例如話《三國演義》裏面嘅三顧茅廬唔係四顧茅廬，譬如話結婚嘅三拜高堂唔係四拜高堂，係咪？仲有三思而後行等等嘅例子，可以睇得出其實呢個三係好重要嘅，係包含咗世間嘅萬物，預言咗千變萬化。咁至於逢七必變又點解呢？六六大順呢個講法，平時我哋經常聽到、經常講嘅。咁現代人對於六可以話係有好執着嘅追求，咁梗係啦。六雙雙對對有3對啊嘛，六代表嘅就係順啦。喺易經裏面就有提到啦，萬事萬物都經歷6個階段，此之為圓滿。咁七呢個出現就意味住發生咗變故咯。逢七必變唔單單只係數字7咁簡單，背後仲代表咗人類對呢一個變故嘅恐懼。你睇翻朝代嘅興衰、事物嘅發生，又或者係人類嘅新陳代謝，都逃唔過逢七必變呢個定律。一齊嚟睇下呢個七字有幾咁神奇咯。第一個例子喺西方神話傳說裏面，上帝創造人間花費咗6日時間，喺第7日係休息嘅。就好似單休嘅朋友仔係咪上6日班，第7日就要休息啦。咁傳說中女媧創世先做6畜，喺第7日就創造咗人類啦，所以就有咗大年初7人日、人人生日呢個講法。你回顧翻歷史，周漢唐明4個年代，逢七就會達到一個登峰造極之境。史學家發現，每隔700年，華夏民族就會出現一次新嘅轉機，迎來盛世之治。又例如話牛郎織女嘅愛情故事，會喺每年嘅七夕相會，咁後嚟7月初7就發展成為中國嘅情人節啦。仲有早期同大家講嘅喺封建社會休妻嘅7出之條，仲記唔記得呢？分別係不孝順父母、無子、淫盜、有惡疾、口多言同埋盜竊呢7個理由。仲有古時候嘅女子遵循嘅3從4德，咁3同4加起身，剛剛就係7呢個數字啦。咁對應翻喺生活上都逃唔過逢七必變呢個定律。譬如話7日為一個周期，咁一旦某隻股連跌或者係連漲7日嘅話，咁就會發生變化啦。好多人就會睇準呢個規律嚟賺到自己人生嘅第一桶金。再舉多個例子，呢個7似乎同生死有關嘅。正話都講咗，咁女媧喺第7日做人啊嘛，所以大年初7係人嘅生日啦。咁喺民間嘅風俗裏面，認為呢個7係同喪葬有關，話人過咗身之後，靈魂就會喺民間漂泊7日嘅，到咗第7日先至轉世，咁所以喺第7日就會為死者做7啦。按照7日為一個周期嚟計算，從頭7開始。呢個頭7嘅7指嘅就係第一手嘅意思。咁按照頭7開始，一直到7749日。意味住一段生命嘅結束，同時亦都意味住一段生命嘅開始。咁喺佛教裏面，亦都有救人一命勝造7級浮屠嘅講法。傳說中佛祖釋迦牟尼喺菩提樹下經過7749日先至覺悟嘅。唔單止中國廣泛應用呢個7，就連西方都好慣用到。咁西方文化裏面就有7重天呢個講法啦，話人瓜咗之後就會上天堂嘅。但係就會按照人嘅本性人嘅善惡同埋信仰嚟分7個等級，仲有7宗罪、7美德等等嘅講法。喺西方文化裏面，7係象徵住神聖同埋吉祥嘅寓意。
咁佢哋係好中意七呢個數字，相當於我哋咁中意8一樣。咁你睇翻呢個七字，普通話讀黐，粵語讀七。七係數詞6+1嘅總和。咁平時如果寫一啲單據或者鈔票上面嘅大寫，就會用呢一個七啦。粵語裏面都好慣講七嘅，譬如話七國咁亂，即係話非常亂；七個一皮，即係話好混亂、好忙碌咁解。咁前七即係指老爺車啊，一眼關七，即係話可以照顧到多方面嘅情況啦。咁食七咁食，即係形容佢狼吞虎咽啊。咁你又知唔知道老廣講嘅依撈七係點解呢？咁喺呢啲例子、呢啲典故習俗當中，就可以睇得出古人對呢個七係情有獨鍾嘅。喺古人嘅觀念裏面，七就係代表完美、吉祥、財富、好運、夫妻和諧等等美好嘅寓意。但係咁多個例子，你覺得係巧合啊，定係冥冥中天意呢？三生萬物逢七必變呢一個規律，你覺得有冇道理呢？其實係冇更加有力嘅依據去支撐嘅，但係既然存在得，就有佢存在嘅價值同埋意義啦。呢一種思想係代表咗古時候嘅人對於一啲未知嘅嘢嘅寄託，因為未知而恐懼而驚慌，所以就出現咗三生萬物逢七必變呢一個規律啦。咁與其你話呢句說話係神奇，倒不如話佢喺度警醒緊我哋。人當面對順境嘅時候，就要識得居安思危啦，堅持提升自己嘅能力。就算發生變故嘅時候，自己都可以從容面對一切，向好嘅方面發展。呢一個先至係逢七必變帶俾我哋重要嘅意義。咁你又點睇逢七必變呢一個思想呢？你覺得真定假嘅呢？喺生活上有邊啲同七相關嘅例子啊、習俗啊同埋典故呢？留言分享下，我哋下期再見，拜拜。